犬蓝公爵与猫夫人掌柜重归于好，这对猫皮族来说简直就像是过节一样的喜事。岛上的居民都知道，猫夫人掌柜和犬蓝公爵以前是十分要好的挚友，两人一起经历了漫长的海上旅程，之后以濒死的状态回到左岛。从那以后，两人就成了对抗的状态，仿佛是仇敌一样，只要一见面就会大打出手。至于中间发生什么事儿，没有人知道。旺达看着晴朗天空，感叹道：“路飞一会儿来到左岛后，真是为左岛吹来一阵好风。没想到能看到两位国王重归于好的一天，打败凯多的同盟达成。但是现在还不是去往和之国与凯多开战的时候。路飞提出了一个条件，那就是自己一定要先去一趟达玛所在的蛋糕岛，带回山治之后，跟他商讨讨伐凯多的对策。在那之前，只能委屈大家忍一忍了。”路飞称赞道：“山治可是十分厉害的人，他回来的话，一个人能抵得上1000个人呢。”索隆在一边嘀咕道：“我一个人抵得上2000人。”大家伙商量好了接下来的行动，一起离开鲸鱼森林，向城镇走去。路上，猫夫人掌柜和犬蓝公爵又爆出猛料。左岛人人都知道猫夫人掌柜和犬蓝公爵曾经一起出过海，但是他们去了哪里，没有人知晓。猫夫人掌柜给出了答案：他们当年以光月玉田随从的身份，曾经搭乘过白胡子海团的莫比迪克号出海。后来，光月玉田被海贼王罗杰挖墙脚挖走了。猫夫人和犬蓝随着光月玉田又搭乘了罗杰的海贼船。如果论资排辈的话，当时的猫夫人掌柜和犬蓝公爵大概和还是见习船员的香克斯、巴基属于同辈。因此，猫夫人掌柜一看到路飞头上的草帽，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红发香克斯的帽子。不过可惜的是，猫夫人和犬蓝因为某些原因，并没有随着玉田到达拉夫德鲁。现在想想，还是出海航行的日子快活。一望无际的大海，浮在天空之上的云海，没入海底的岛屿，各种新奇的人和事物，从来没见过的地理风貌，每一天都是新鲜刺激的，每一天过得都心潮澎湃。与猫夫人掌柜和犬蓝公爵不同的是，现在保守的警卫们等人并没有随着关羽玉田一起出海，反而还曾劝过玉田不要上海贼的船。由于和之国一直是锁国政策，和之国完全禁止与外界事务交流，所以出海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罪。但是关羽玉田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他一直对本国的闭关法规抱有疑问。某些偶然的机会，白胡子和罗杰都曾到达过和之国，警卫们当时也有幸见过这两个大人物。虽然看起来白胡子和罗杰都是有情有义的人，不像什么卑鄙的歹徒，不过毕竟他们是海贼。关羽玉田是堂堂的和之国9里大名，大名上海贼团这种事风评实在不好，但玉田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会为任何所谓的规矩和传统限制。比起猫夫人掌柜和犬蓝公爵在海上旅程的各种所见所闻，娜美更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关于记录指针的指向问题。娜美的3根记录指针目前还没有存满记录点，本来娜美的想法是跟随记录指针一直走，当3根指针存满记录点的时候，3根指针会指向同一个地方，那里应该就是最终之地拉夫德鲁。但是因为中途他们是通过罗提供的生命卡意外的来到了左岛，又得到了历史正文的情报，娜美担心这样走下去，记录指针无法存满，就产生误差。犬蓝公爵提醒娜美不必多虑，记录指针是不会指错的，他们会因为这漫长的旅途而先一步开启之后的旅途了，走这条路绝对不会错。就这样一直前进，就会找到拉夫德鲁。接下来大家要为迎战凯多而做准备了。路飞要去蛋糕岛接回山治，和之国境内站在警卫们一边的武士们也在不断的召集反抗凯多的人来并肩作战。猫夫人掌柜提出要出海去接一个人，这家伙可是大有来头，有他在足可以以一敌百。路飞好奇地问：“谁呀这么厉害？”猫夫人掌柜说道：“他就是白胡子海团的第1番队队长不死鸟马尔科。”说到马尔科，除了与他打过交道的猫夫人掌柜和犬蓝公爵之外，其他人也都或多或少的有所耳闻，毕竟那也是新世界的大人物之一了。路飞一头雾水，努力的回忆支离破碎的记忆。马尔科这个名字自己一定在哪里听过吧？乌索普提醒道：“你和他见过面的，在2年前马林凡多的顶上战争上。”路飞毫无头绪。布鲁克提醒道：“是白胡子的心腹啊。”乔瓦补充道：“是一个十分少见的恶魔果实能力者。”路飞还是一头雾水。罗宾飘过去，轻声说道：“就是长得像菠萝的那个。”路飞一下子茅塞顿开，脑海中的菠萝立刻与一个人脸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原来是他呀，在顶上战争中多次救自己性命的那个人。1年多以前，马尔克曾率领白胡子海团的残党与黑胡子海团干了一架，双方包括援军在内，人数众多，规模相当庞大。最终战争以马尔科的惨败而告终。黑胡子也是在这场战争之后得到了4皇的位置，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说过马尔科的消息了。路飞一听，怒从心起，听慎皮说过自己能够从顶上战争的战场上安然归来，全靠马尔科等人的鼎力相助。没想到他们还是败给了黑胡子。黑胡子那伙人实在是太可恶了。如此说来，路飞等人的同盟分成了3队，大家分头行动。警卫们等人要先行回到和之国，暗中集结同伴，制定作战计划。猫夫人掌柜带着手下出海寻找马尔科，路飞则前往蛋糕岛接回山治。
不过现在的和治国可谓是危机四伏，警卫们等人回去和治国的话，想必会遭到凯多海贼团的追杀。不仅如此，也许连进入和治国都是问题。若主动站出来，提出用潜水艇将警卫们送进和治国，这样的话完全可以确保途中的安全。大家商议完毕，将最终的集合地点定在了和治国国内。回到城镇内，毛皮族准备开设宴会，对应几天真是喜事连连。雷藏平安无事，全蓝公爵和猫夫掌柜重归于好，光月狱卒成功会合，每一件事都值得好好庆祝。雷藏感动大哭，比起自己被藏在山洞中的委屈，毛皮族可是受了更严重的伤害。没想到大家自始至终都在担忧自己的安危。路飞一听又要开宴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抛到脑后。娜美将路飞一把揪了过来，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开宴会？我们现在应该赶快去将山治找回来吧。路飞一愣，不是说好了我自己去的吗？自己去？没有航海士，你怎么在海上航行？娜美提出来与路飞同行，小巴和布鲁克也嚷嚷着要一起跟过去。只是这样一来就不叫偷偷潜入了，很容易就引起战争。弗兰奇再三嘱咐，破坏了婚礼就赶紧逃走。草帽团再次兵分两队，乌索普、弗兰奇、罗宾、索隆随警卫们赶去和治国，路飞、乔巴、娜美、布鲁克则组成了山治营救小队，与贝克穆斯一起前往蛋糕岛。罗宾拜托路飞，如果看到历史正文，一定要拓印一份下来。路飞一口答应。另一边，杰克率领的百兽海贼团舰队已经突破重重迷雾，找到了左岛。几天之前，杰克为了去营救被海军逮捕起来的多弗朗明哥，暂时放弃了对毛皮族的赶尽杀绝，留下西普斯等人来善后。结果西普斯等人遇到了偶然间来到和治国的山治等人，被山治和布鲁克等人一起赶出了左岛。西普斯回到杰克这里，杰克看到他没有带回来任何有用的情报，也没有将毛皮族全部杀死，气不打一处，暴揍了西普斯一顿后，下令全团进攻左岛。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对于已经奄奄一息的对手，就应该彻底了结掉，防止之后留下祸患。杰克的属下们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反正毛皮族经过上次大战已经都不行了吧？这次只要攻入左岛，一定会轻松将毛皮族团灭的。杰克沉喝一声，不需要攻进去，只要将巨象杀死，就可以轻松灭绝毛皮族了。大炮准备就绪，杰克即刻下令向巨象开炮，瞄准巨象的一只腿猛攻，只要能将巨象的一条腿打折，让巨象倒下，就可以攻击巨象的脑袋，将它打死。巨象受到炮击疼得难忍，一边嚎叫一边晃动身体，整个岛都在剧烈的倾斜，岛上的房屋倒塌，一片混乱，人们奔于逃命，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一阵倾斜之后，路飞突然听到一个直冲大脑的声音响起来，不只是路飞，桃之助也能听见这个让人头疼欲裂的声音。那个声音说：“路飞和桃之助的头都要炸开了，而其他人却听不见这个声音。这个声音到底是从哪里传来的？周围的人十分困惑，完全不知道路飞和桃之助发生了什么事。路飞告诉大家，有一个非常响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但是那个声音只是单方面的说话，无法和他进行交流。这个声音就连可以和动物对话的乔巴都听不见。这时，跳在树上的佩德罗突然说道：“戈尔蒂罗杰和玉田大人也曾经有过这样的表现，他们能听见某个巨大的声音，但是无法与其交谈。相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举动。猫夫掌柜和犬蓝公爵知道相主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他们却不得而知，也没有人会冒着被甩下去的风险爬到岛的边缘查看。这时，头痛的都要炸开的桃之助突然看到了另一个视野，在茫茫的大海上，5只海贼船正飘荡在海面上，为首的正是杰克。是杰克在攻击相主。有5艘看起来很强的海贼船在9点钟方向。大家伙虽然看不见桃之助看见的画面，但相主不寻常的吼叫以及这剧烈的震动，让大家不得不相信桃之助所说的情况。杰克真是命硬，居然没死。不过他来的正好，把之前的仇一起报了。全蓝公爵和猫夫掌柜当即下令，所有毛皮族战士整装待发，预备好战舰，准备在海上迎战杰克。毛皮族战士领了命，迅速散去。相主再次剧烈震动，岛上的人被震翻在地，行动困难。路飞和桃之助感受到了更加剧烈的头痛，那个声音从脑海中再次响起。他说：“好难受，如果我倒下了，你们也危险了。”这时，桃之助才猛然发觉，这个直冲大脑的声音就是从相主那里发出来的，是相主在向他们求救。相主通过声音告诉桃之助，很久以前他犯下罪过，被命令除了行走，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巨象也一直遵守着命令。这次巨象忍无可忍，请求下令让他反击，哪怕只有1次就好。杰克海贼团对着巨象的左腿一顿狂轰乱炸，巨象的左腿已经倾斜扭曲，眼看这个庞大的身躯就要倒下，杰克命令手下继续加大火力，猛攻巨象。请允许我反击！桃之助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向警卫们和看守郎求助。路飞在一边吼道：“巨象一定能听见你的声音，你来下令！”桃之助还在犹豫，他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历。路飞大喊：“快下令！巨象会死的，我们都要掉进海里！”桃之助看着路飞坚毅的目光，看着跌落在地的众人，一咬牙大喊一声：“巨象听令，不可以输，不可以倒下，全力击退杰克！”
一阵沉寂之后，那声涌入脑海的响声再次响起，巨象领命。接着，众人明显感觉到了象主正慢慢的将自己庞大的身躯摆正，整个岛屿不再倾斜，而是趋于平整。巨象站稳了自己的象腿，杰克等人怔住了，很明显感受到了来自巨象的一股逼人的气势。巨象慢慢的扭动自己的头颅，扬起大的看不到边际的鼻子，这个姿势杰克再熟悉不过了。那只大象又发动攻击的姿势，这个比杰克的猛犸象要大几百倍的古代巨象一鼻子抽了下来，如同陨石坠落一般。杰克等人根本避无可避，象鼻子卷起来的海浪直接将杰克等人的海贼船击飞。接着巨象的第二个攻击袭来，这一次直接击中杰克的海贼船，船体被瞬间击得粉碎。嚣张无比的杰克和他的船员一起跌入水中，沉入海底。巨象干掉了杰克，调转象头，像个没事人一样继续低头缓慢前进。所到负责放哨的猴子用望远镜见证了这一幕，赶忙跑回到城镇里汇报。大家听到了猴子的汇报后，终于捋清了事情的经过。原来这只千年巨象是有自己意识的，巨象不仅有自我意识，还能和人交谈，攻击力也是惊人的强悍。大家生活在佐岛多年，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岛上终于平静下来，路飞和桃之助脑海中的声音也不见了。因为刚刚的紧张，桃之助耗尽了精力昏睡过去，大家也松了一口气。杰克是能力者，他掉进海里意味着已经凉了吧？这样一来，与凯多交战又少了一个劲敌。在距离佐岛遥远的一个岛屿，一个黑暗的牢笼中躺着一个伤痕累累的男子。从穿着来看，毫无疑问，正是罪恶时代的超新星之一基德。而在牢笼外面的，则是一个大胡子壮汉，四皇百兽凯多。凯多接到了自己的情报员罪恶时代超新星之一的阿普的电话。阿普告诉凯多，与杰克的通话突然断开了。凯多本就愤怒的脸更加扭曲。我是先锋君，咱们下期见。